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落叶归根。作为一个华人占比超过70%的国家，按理来说应该对中国有很强的归属感才对。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国家不但不亲近我国，反而转身投入了我国的敌对势力美国的怀中。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主要民族包括华族、印度族、马来族和欧亚族。在这其中，华人占了人口的74.2%。当你去到新加坡旅游的时候，甚至都不会觉得自己去到了国外，反而有一种国内旅游的熟悉感，因为在你的四周都是华人面孔，感觉就像是在自家门口转了一圈。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加坡的各界华人也是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不遗余力地支援我国的前线战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很多国人对于新加坡都抱有一种亲切感，认为新加坡就像是中国的亲儿子一样。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不然，新加坡的华人占比虽然超过70%，但和我国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亲密。相反的，新加坡和美国要走得更近一些。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原以为狮城，这个名字也是大有来头。相传在公元14世纪，苏门答腊的一个王子，在某天闲着无聊，就坐船去小岛环游，远远的就看到岸边有一头异兽，当地人告诉他这叫狮子。王子一听，当即认为这是一个祥瑞之兆，这座小小的岛上居然有如此雄健的异兽，肯定是块风水宝地，于是就着手建设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新加坡还保有着地标与尾狮像。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新加坡的文化是非常多元化的，但是随着而来的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国家种族融合问题。所以一直以来，促进种族和谐、文化交流，就是新加坡治国的核心政策。但是具体要怎么做呢？新加坡决定从语言文字入手。众所周知，语言文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能够创造属于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字，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很多小国家独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造语言文字。就比如说韩国，在历史上和我国的渊源很深，最初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从我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韩国有很多历史古籍都是使用汉字书写记载的，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起来的国家。但是他们却有了媳妇忘了娘，真正独立之后，不断的实行去汉字化的政策，导致国人都不认识自己国家的古迹了。但不得不承认，统一语言确实能维护国内的民族团结。所以当出现了民族分裂的时候，新加坡的首任总理李光耀也是通过统一语言来统一思想，进而统一国家。但是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李光耀并没有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语言统一设定为汉语，也没有选择新加坡存在的其他主要民族的语言，而是选择了英语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甚至还在后来大量减少汉语的教学，普及英语的推广。其背后到底隐藏了何种用意呢？新加坡的人口中70%多都是华人，可新加坡在国际关系上对中国并不友好，将官方语言定为英语，其实不难理解。首先，新加坡的国土面积非常小，只有我国上海的1/9，弹丸之地的新加坡甚至连淡水都要靠进口。上个世纪50、60年代，东亚地区动荡不安，国际形势十分严重，小小的新加坡又是如何突出重围，在一众国家之间立足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李光耀是一个厉害的狠角色，政治头脑一绝。当时李光耀也看出了新加坡的窘境，如果不能自力更生，那就去拉帮结派吧，寻求大国的帮助总是没错的。于是新加坡就与马来西亚联盟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光耀的政治能力太过耀眼了，而且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批驳马来西亚的决策，这让他们感到害怕又生气。再加上新加坡国内有着大量的华人，这一点就更加令马来西亚不安了。于是马来西亚就不愿意带新加坡玩了，直接将新加坡一脚踢出局。这下可好了，失去了这个大腿的新加坡又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一没有淡水资源，二没有经济实力，三没有国际地位。新加坡辛辛苦苦好多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一个新的大腿。至于要找谁呢？找中国吗？
显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并不具备援助能力。那将视线再放远一点呢？这时，美国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新加坡的眼帘。经过2次世界大战，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强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要是能够得到美国的庇佑，还怕国家得不到统一和发展吗？正巧美国也是有意要进行它的全球扩张战略的。面对地处东亚重要战略位置的新加坡主动示好，美国自然是乐意至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乘凉。自从抱上了美国的这条大腿，周边的邻国就再也不敢随意的侵扰了。新加坡也借此机会迅速发展经济，从当初一片混乱变成了现在的亚洲4小龙之一，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3大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地位直线上升。除此之外，李光耀不选择中文作为官方语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他不选择国内4大民族的语言的原因，那就是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歧视和区别对待，到时候国内民族分裂的情况可能还会更严重。所以这些语言他一个都不选。在和美国建立了深度的战略合作后，新加坡就开始大力推行英语和西方文化教育，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就算是华人在公共场合也要用英语交流，还不断地对汉语文化进行抵制和打压，将汉语从小学教育中彻底剔除。这就导致新一代的新加坡民众对于汉文化没有太大的归属感，而且当时国际环境对中国普遍不好，新加坡自然也就不会亲近中国了。国内人口超过70%都是华人的新加坡，不但不与中国亲近，还偷摸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这是意欲何为呢？其实也不能说新加坡就是完全的亲美华。新加坡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混乱的国家发展成现在的全球最国际化之一的国家，离不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实施的多个政策。前面我们提到过，李光耀是一个厉害的政客，而这个顶级政客的政治理念更是冷酷功利。这2个词看起来不像是好话，显得一个人很冷血无情，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却是利大于弊。他不亲近任何一个国家，他亲近的只有利益，大有谁强和谁完的趋势。正是由于李光耀的冷静客观，才能有他在政治上的绝对正确，使得新加坡发展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设想当时新加坡真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国际地位不会有现在这么高，国家经济很有可能发展不到今天的地步。要想和美国搞好关系，自然也就需要远离美国的眼中钉，那就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崛起速度令世界都为之震惊，大家纷纷感叹这条东方巨龙正在渐渐苏醒。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水涨船高，自然也就影响到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在这种关键时刻，如果新加坡主动向中国示好，势必会引来美国的不满，甚至是打压，这和新加坡的治国政策不符。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想要在动荡的时局中生存下去并求得发展，就只能游走在各个大国之间，完全依附于某个国家是站不住脚的。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今天的样子，如果说李光耀的绝对政治正确是软性条件，那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就是硬性条件。新加坡有着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海峡——马六甲海峡。整个亚洲、非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想要通过海运贸易等，或多或少都要经过这里。如果没有马六甲海峡，各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将会激增。新加坡将这一点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吸引外商投资，然后用赚来的这些钱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引来了国内经济的腾飞。其实连接各大洲贸易运输的不止马六甲海峡，这笔转口贸易生意马来西亚、索马里等也能做。但是这些国家的海峡都不是很太平，索马里海盗更是臭名远扬，只有新加坡是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著称。从这里通过不断便捷而且安全，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新加坡的战略地位都不容置疑。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加坡的战略地位。近年来，我国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不断的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而且我国在不断的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帮扶着周边的国家，拉近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合作圈。在不久的将来，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交流
很有可能不再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将对新加坡的经济造成不小的打击。其实新加坡并没有一边倒亲近哪个国家，只不过早些时候美国的发展比较好，能够给自己国家带来利益。现在中国也慢慢崛起，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也实现了破冰。如今新加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其实，在国际局势瞬息万变的今天，小国家的生存也是非常艰难的，一失足就很有可能造成千古恨。所以新加坡在大国博弈之间，选择以自身利益为重也是情理之中。